回来了，还什么？还带回一女子。她叫穆双华，是我所爱之人。我与双华是在浏阳时相识，继而相知相爱。崔怀瑾，成婚那日你说爱我，浏阳那日你让我等你，3年家书字字思妻，你可还记得？那时年少不懂爱，遇到双华我才知什么是爱。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家里也同意了？母拿同阿爸并祖母都同意。祖母也同意，她不是最不喜新派女子。双华是穆师长的女儿，浏阳学军事，她可是江城第1个女军官。走吧，你也该见见她。等你见了就知道什么叫自惭形秽。我要离婚。离婚？女子也能离婚？从前没有，那我就做这第一人。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现在吗？先去见见崔怀瑾的真爱。看好了。大嫂，说起来你也是师长的女儿，好像连枪都不会开吧？很时髦，钻石，如今时髦女郎都戴这个，没人戴黄金了。枪借我用用。你会？崔锦瑟，你欠我的，今天先还一笔。他没上膛，打不出子弹，吓唬谁呢？多谢提醒。他怎么会开枪？出气了，怀瑾要娶双华的事儿，你同意了？我不同意。男人3妻4妾寻常事，双华娘家有势力，对怀瑾有好处，你日后在家相夫教子，他与怀瑾在外建功立业有何不满？就是，一个会赚钱，一个有势力，两全其美，这样的好事，其他女子求都求不来呢。所以，我的嫁妆养你们全家，我还得笑脸迎小三。宁熙，你这话说的，祖母不会亏待你。既然你们铁了心，又何必问我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答应还是不答应？顾家还要仰仗我们崔家呢，他不答应也得答应，由不得他。母亲说的对，她一个女人离了崔家能去哪儿？那一枪就是警醒，他们听不明白还自以为是。等着瞧吧，有他们受的。那个穆双华眼高于顶，看得起谁？真娶进门，有他们哭的。他怎可如此欺负你？我找他理论去！我顾家的女儿不是好欺负的。母妈，我要离婚。女子主动离婚，还没人做过啊！这要是传出去，所以我更要做了。苏舅舅学的是法律，我找他拿章程。好，莫妈支持你，不能让我闺女受这委屈。离，大不了莫妈养你一辈子。我这就给弟弟打电话，让他拿个章程出来。苏舅舅，我要离婚，请你帮我拿个章程。你可想好了？法律虽早就颁布，可至今无一人离婚，尤其是女子主动提出，这条路不好走啊。无人离婚，却有诸多下堂妻。我不想当下堂妻，我要让那些面临被逼下堂的女子知道，法律不是摆设，是武器。好一个法律是武器！好，我帮你。
世间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。我先走，哪怕撞得头破血流，我也要走出一条路来。离婚需要3步：第一，登报声明；第二，夫妻签订离婚书，至少3位德高望重的人签字见证；第三，双方父母同意。最难的是崔家公婆不会同意，他们指着我的嫁妆过日子，不会轻易松口。也可以起诉，但那条路更难走，法官可能被买通。先走第一条路，这是我这3年补贴崔家的账目。这么多钱财，崔家绝技不会答应，这比我想的还要多。先试试，我不会因为路难走就退让，这是我应得的。VIP 皮卡，贵宾小姐，里面请。今天有新鲜的法国生蚝。你来找我，我说了这几天忙，没空回崔家。我来吃饭。西餐厅，你会用刀叉吗？提醒你，这儿没位子了，只为 VIP 客人预留。VIP 是洋文，重要客人的意思。双华，不如我们带他一起吧，让他学学西洋礼仪，免得日后出入这种场合丢脸。你坐错位置了，那是主人位，应由主人或最尊贵的客人坐，这是基本的西洋礼仪。我的桌子，我想坐哪儿坐哪儿。你的桌子，我带你进来的，别不知好歹。我这张卡，全江城也没几个人有。他不懂规矩，我这就拉他起来。你没告诉他们，顾小姐是我的生意伙伴，这也是她的餐厅。无关紧要的人罢了，不用招呼他们。你故意不说的，就为了让我和双华当众丢脸，你是不是存心的？我说了自己能进来，是你们非要施舍我，怪我。我想进内务厅，你认识总长太太，帮我递句话，这点小忙你都不帮。不熟，帮不了。我和总长太太只打过几次麻将。你，我们是夫妻3年了，该圆房了。祖母说了，今晚就让我住你这儿。你爱的不是穆双华吗？怎么，他不愿意跟你圆房？她跟一般女子不同，不爱拈酸吃醋。我们2个都没嫌弃你，你还拿什么瞧？我先上楼洗个澡，坐了1个月的游轮，累死了。你让人给我烧点热水。少爷，您还是回文昌居吧，小姐来月经了，不方便。治痛经的，你要不要也来一碗？故意的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等你干净了我再来，到时候我看你还有什么借口。真让小姐说着了，可7天以后怎么办？7天以后她再来，你怎知7天后我们还在这里？她回娘家了，你没哄好，怎么脸色这么差？她来月事了，等干净了，我圆房哄她就是。祖母放心，她心里有我，文昌居都按我的喜好重新装了。月事提前了，我记得她一向准，每月18前后，这回提前了3天，足足3天。女子月事不准，寻常事。但愿是我想多了。怀姐，你上点心，他是崔家的财神，得罪不起。
你娶双华的花销还得他掏呢。祖母放心，他跑不出崔家的手心，我会哄好的。这些洋货都入不了我的眼，太俗了，不是金子就是钻石，毫无设计感。小姐，您看看这个，不是洋货，是一位夫人设计的，全江城独一份，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。老派女子设计的，不可能，老派女子只会绣花，你确定？小的不敢撒谎，那位夫人每次来都戴围帽，从不留姓名，看穿着打扮确实是老派女子，穿旗袍不烫头。有这样的天赋却甘愿相夫教子、藏头露尾，我最看不起这种人。我们国家落后，就是因为女人固步自封。这个我要了，多少钱？500大洋，不讲价。记我账上。还看不起老派女子，人家设计的东西你买得到还？袖扣卖出去了，500大洋，买主是少爷，但账房说少爷没支钱，8成是穆小姐买来送给少爷的。洋行那边已经把现大洋送来了。老规矩，明天你去洋行取钱，全换成小黄鱼送去顾家，别走正门，走侧门。小姐，那袖扣真的是您设计的？我设计的。崔怀吉买了我设计的袖扣送给穆双华，穆双华又转手送给他，左手到右手，钱最后还是进了我的口袋。崔怀瑾，你吃进去多少，都得给我吐出来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明熙，你跟洋人合伙开餐厅的事儿，怎么不告诉我们？咱们是一家人，你还藏着掖着，是不是没把我们当自己人？那不是崔家的生意，是我姨母的。我看你就是想私吞，洋人都亲口说了，你也是老板，你瞒了这么久，到底贪了多少钱？说不得合伙的钱还是从宫中挪的呢。少奶奶日理万机，哪还记得清？这个家几时轮到你一个妾室说话了？轮得到你质问我？嘴上没把门，就是谨言慎行写少了，回去写1万遍谨言慎行，不写完不许吃饭，写不完不许睡觉。少奶奶，二小姐的用术申请，往常您都批的，这次驳回。50大洋，他请的是大总统的女儿吗？你凭什么不批我的钱？50大洋而已，你知不知道我同学都等着呢？请同学吃饭要50大洋，大帅府的小姐也敌不上这个排场。祖母，我请的是内务厅参事家的女儿，想帮大哥结交人脉，我是为大哥好啊。锦瑟懂事，不过50大洋。祖母，我请的是内务厅参事家的女儿，想帮大哥结交人脉，我是为大哥好啊。锦瑟懂事，不过50大洋，你给他便是。孩子大了，总要社交的。祖母说的是，只是怀瑾昨日才说想进内务厅，需要疏通关系，宫中银钱有限，每一分不都得花在刀刃上，总不能请客吃饭花光了，正事没钱办了。还是你想的周全。锦瑟，你多跟你大嫂学着点儿，别整天就知道花钱。2000大洋，我要了，记怀瑾账上。你最近买的东西加起来都快5000大洋了，怎么，心疼了？不心疼，不心疼，你喜欢就好。2000大洋，崔怀瑾留洋3年的花销比别人都大，原来都是这么来的。小姐，您就不生气？那可是您赚的钱。
气什么？我今天能从崔怀琴手里拿回2000，明天就能拿回2万，吃进去多少都得给我吐回来。3位长辈，请为我签字见证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女子主动提出离婚，你是第一个，勇气可嘉。这条路不好走，你准备好了？敢为天下先好。我年轻时也想过为女子争取权益，没想到今天是你来做这件事。这条路不好走，愿你成功。若有需要，随时来找我。多谢3位长辈，我会走到底的。明日登报，再无回头路。明熙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我从不走回头路。祖母、阿爸、木妈，我被聘为军政府参谋了，穆师长也默许了我与双华的婚事。大喜的事儿，快选个好日子去穆家下聘，不能寒碜了。明熙，你是当家主母，聘礼的章程你来定，你做事稳妥，我们都放心。这主母我不当了。意思是我要离婚。你休想！崔家的钱财，你休想带走一分！女子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丈夫不过想再娶一房，你就要离婚，简直是妒妇所为，说出去不怕人笑话。否则如何？可是这几天我不在家，你以为我一直同双华在一处，吃醋了？怎地这么大的醋意？我与双华是在为镇月办事，镇月很赏识我，等我站稳脚跟，不会亏待你的。离婚书上我已签了字，3位见证人也签了，明日我会登报声明。你要娶谁，与我无关。孙儿的婚事一向由祖母做主，孙儿听祖母的。好，呵呵，崔家只有丧妻，没有和离。有贼！有贼！快来人啊！找死！报官，送医院，快叫大夫！小姐，求你照顾我的孩子。你自己的孩儿你自己护着，他不是我儿子。我不能忘恩负义，小姐对我们娘俩的恩情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抬他去同济医院，叫最好的大夫。卖报！特大消息，有女子要同丈夫离婚啦！给我一份！哪家的女子这么大胆？快看看！江城人顾明熙同江城人崔怀坤经结束婚姻关系，特此声明。好，女子就该这样，不被欺负。这个顾明熙是谁家的？太勇敢了！不像话，伤风败俗，女子主动修复，成何体统？老夫人，少奶奶，不，顾明熙他真登报了，满大街都知道了。他竟敢！这个贱人！老夫人，顾家来人了，在门口来了好多人。不开门，就说顾家女已被我崔家休出门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各位街坊邻居，都来评评理。崔家当年装病骗婚，哄我女儿提前过门，拿了我女儿的嫁妆去留洋，飞黄腾达了就要另娶他人。我女儿要离婚，他们还要休妻，还要栽赃陷害，天理何在？太不要脸了，太不要脸的婆家！人家满门男子都为镇月战死了，也忍心欺负
顾师长在天之灵能闭眼吗？少爷休妻是因为少奶奶偷人，昨夜进松云居的不是贼，是少奶奶的姘头，大家别听他胡说。血口喷人，崔家真是丧尽天良。老朽活了70年，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人家。你骂的不累，我听的都累。骂来骂去，不就4个字：狗娘养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敢管崔家的闲事？知道这是谁家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！滚去传话，连大帅府大少都不认识，叫你们家能说话的人出来。大少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崔家的事不劳大少操心。你欺负别人我不管，但是他不行。顾师长是为镇岳战死的，顾家满门男儿都是英烈，你们崔家也配欺负他的女儿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？大少还记得我阿爸，他在天之灵，定感欣慰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你有什么诉求直接说，别跟老子客气。第一，我不接受休妻，今日就要带走我的嫁妆。第二，我要离婚，崔家既不愿协议，那便法庭见。叫些人来帮顾小姐搬嫁妆，再告知民事法庭即刻受理此案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是。不服去找镇岳，你们要是觉得自己有理，尽管去告状。大门就开着吧，方便搬东西，省得再砸一次。崔家攀上了穆师长，你这婚上了法庭，也没胜算。法官10有8九被买通，所以我不跟大少攀交情，我跟大少做笔买卖，公平交易，童叟无亲。说来听听，有意思。大少帮我一个小忙，事成之后，我给大少10万大洋。10万大洋。本大少看着像缺钱。大少。听闻大众有一只私军，养私军费钱吧？枪炮子弹都要钱。说吧，让我帮你做什么？10万大洋，成交。我们是来抢钱的，就这点事儿。顾小姐，不然您再提点要求，我们已经不当土匪很多年了，您这钱给的我们心虚。法官大人，我当事人不同意离婚。顾明熙无故离婚，与法不合，女子主动提出离婚，闻所未闻。你要另娶，不违反婚姻法，但违背了我的意愿，我不愿，便可以离婚。法律上写的清清楚楚。要天下人都如你这般随心所欲，岂不乱套？今天你离婚，明天他离婚，社会还怎么运转？大总统推翻封建政权，建立民主国家，不正是为了让国民随心所欲？我响应民主，践行民主，何处没理？崔怀瑾，我问你一句话：如果我放弃财产，净身出户，你愿不愿意离婚？
钱不是你赚的，你都舍不得，那凭什么让赚钱的我舍得？这是顾小姐嫁入崔家3年，为崔家赚取的每一笔钱财，补贴的每一辆嫁妆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，请法官过目。诸位，顾小姐是第一个提出离婚的女子，却不是第一个被下堂的女子。我们要的民主，不是男子的民主，也不是女子的民主，而是所有人共同的民主。不以欺凌弱小的民主，才是真民主。肃静，肃静！人们将女人关闭在闺房，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。人们斩断了她的翅膀，却哀叹她不会飞翔。经本庭裁决，同意顾明熙小姐的离婚申请，即刻起解除婚姻关系，财产分割，以离婚书上的要求执行。顾小姐好样的，你是我们的榜样。老子的钱别忘了，10万大洋。知道了。上车，别在那儿吹风。去哪儿？看你打赢官司心情不好，请你喝酒。心情好更要喝。我心情好得很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那就庆祝你离婚快乐，这个理由够不够？离婚快乐，祝你以后遇到的都不是渣男。离婚快乐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赚钱，搞事业，享受人生，再也不伺候别人了。不考虑再找个男人，一个人不寂寞？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。那我呢？我也会影响你。你长得太好看，影响更大。这也太多了，这得多少钱啊？母娘，我真心求娶明熙，这些只是见面礼，正式的聘礼另算。明熙，你怎么想的？这是大事，你自己拿主意。他很好，比崔怀金好10000倍。得意什么？人家还没答应呢，瞧你那点出息。他答应了。你就这么自信？因为我比崔怀秋好看，比崔怀秋有钱，比崔怀秋有权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比他爱你。说好是假夫妻，你别乱来。我改主意了，假夫妻有什么意思？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你堂堂少帅，说话不算数。我没儿戏，我喜欢你，想跟你做真夫妻，从第一眼就想。你喜欢我什么？我们才认识多久？什么都喜欢。你长得好看，聪明，能干，会赚钱，会打仗，还会开飞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开飞机？这件事没人知道。我调查过你，火车上那晚，你从车窗翻进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眼熟。那个蒙面人是你，
追着我跑了一整列火车的那个。不然你以为谁能追着你跑那么远？换个人早被你甩掉了。那你还假装不认识我，在崔家门口你还装。你先假装不认识我的，在火车上你撒我一脸面粉就跑。我那不是怕暴露身份吗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是谁。现在不暴露了，我们是不是该算算旧账？什么旧账？你撒我一脸面粉的账，那面粉进眼睛，我疼了3天。大民省，谁去？需要一个人领兵。镇院，我愿领兵。我刘洋学的就是军事。我愿领军前往。我也愿往。我是参谋，熟悉军务。打蒲城，我不同意你们那个打法，送死。大少，这里是军政府，不是你能随便插嘴的地方。你没上过战场，不懂军事。谁说我是随便插嘴？我是来挂帅的。你要挂帅？你带过兵吗？打过仗吗？我立军令状，打不下民省，我把自己毙了。好，打下来，你就是华东4省少帅。打不下来，老子亲自毙了你。介绍一下，顾明熙，我的参谋长。团级以上才能配参谋长，大少何时成团长了？军规都不懂。不服气？憋着吧，谁让你老子不是镇岳？你确定他们会在酒里下药？万一没下呢？他们已经下了，我白天乔装进去侦查过，在厨房里见过他们的酒坛子，里面有蒙汗药的残渣。少帅威武！少帅威武！威武的是顾参谋，计策是他出的。顾参谋威武！顾参谋威武！下关口岸！顾家军，拜见小姐！拜见小姐！这是什么？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海。当地人叫它蓝眼泪。传说海神的第7个女儿与凡人相爱，爱而不得，流下的眼泪。可惜没有相机，这样的景色留不住。等打完仗，我买相机带你来拍。你穿旗袍，我穿军装，我们合照。留着自己纪念就行了，登报就免了。我可不想再上报纸。随你，反正我记在心里了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没事，小伤。你呢？你去死吧！给我兄弟们陪葬！李征，李征，李征，你怎么样？一手刺穿了肩胛，差一点就到心脏了，准备手术。麻药，止血带。
小姐，少帅福大命大，定会平安，您别太担心。放心吧，少帅没事儿，匕首没伤到要害，子弹也取出来了，养1-2个月就好了。立正听令，即日起封你为华东4省少帅。他叫顾明熙，此次能顺利攻下闽省，他作为参谋长功不可没。从前他是大少的老师，以后他是少帅的老师，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该放他走，他是财神啊，是财神啊！想什么呢？想这一路走来，真像做梦一样，从崔家的弃妇来站在这里。不是梦，以后每一天我都会让你比昨天更风光。丽征，谢谢你娶我，谢谢你没有嫌弃我是离过婚的女人。是我该谢谢你，愿意嫁给我。你不知道我等了多久。